Hello， 大家好，我是 No 哥，今天跟大家分享本周强度排行榜。本周的唯一 T0 牌组杰拉奥拉花舞鸟银半战兽这套牌组在本周有 56% 的胜率，我看到时候有点吓到。接下来希望有更多人去游玩了，可以更好的去判断呢这套牌组是否真的是那么强哦。因为现在的版本暴击文和星喷或者是奇拉蒂娜这些 ES 宝可梦还是非常的强势哦。花舞鸟针对 ES 宝可梦还是非常的厉害的，还有目前最强的小人牌组的代表银半战兽啊，那杰拉奥拉呢，让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去冲人哦，所以这一整套打起来呢，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喜欢打小人牌组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试一下。接下来的是 T1 牌组第一套暴击文，这套牌组呢非常多人使用哦，胜率也是蛮高的，但是呢它没有超过55%哦，所以是排在这个 T1 的位置，也是非常强的一套牌组哦。接下来的是叉字符、阿克莱伊、奇拉蒂娜和阿尔宙斯这套牌组的胜率呢，依旧是保持在 T1 的第二套哦。只要你比较顺一点，叉字符跟达克莱伊的被动每回合呢可以造成50点的额外伤害哦，这个伤害呢非常的高哦。再加上这里有2张小光，是可以方便我们去填能给阿尔宙斯，让阿尔宙斯来打出这个130的，所以这套也是蛮不错的哦。接下来就是20大王虚无伊德铁火辉夜，20大王的2颗能量就可以打30嘛，可以把对方的能量丢掉。在某一个场合呢，只要你正面很多，是可以反败为胜的哦。这个能量就可以打出120。这一套的正确玩法呢，基本上是先让我们的水母呢先去放毒，被对方昏厥之后呢，我们就用妈妈来填我们的20大王的能量，再让20大王去打出120的爆发伤害哦。接下来的是第2套的暴击文，这个暴击文是带了2张的费洛美郎和铁火辉夜。这套的胜率是比刚刚前一套的胜率还低一点点哦。费洛美郎可以前后排都各打20嘛，我们可以用次日去把对方给抓出来，再用暴击文去把它给收掉哦。所以这一套也是蛮不错的。接下来的就是银半战兽和战锤龙，我们上个版本的 T0 牌组，没想到这一周掉到 T1哦，有可能是玩的玩家太多了，那或者是说因为化石还是有一些不稳定的，它也非常的依赖战锤龙哦。这套牌组只要顺起来，化石有来，没有卡进化呢，还是非常的强势的哦。接下来的是日神搭配灯罩夜菇，那这套牌组的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啊，用来打排位也是非常的快哦。因为灯罩夜菇可以帮我们快速的抽取宝可梦，让我们呢可以更快的去进化我们的日神。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成功召唤出2只日神，再加上日神的被动可以换位置，打起来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哦。比较怕是对方血量比较高的宝可梦，那日神的伤害只有120嘛，只要日神秒不掉它的日神就要打2次哦，所以会比较吃灰，蛮推荐大家爬分的时候可以去使用。接下来的是花舞鸟搭配银半战兽和1张的谢米，银半战兽也是非常的强势哦。如果是你们要打高伤害的，可以用银半战兽呢去打出这个100的伤害。花舞鸟是专门来针对这个 ES 宝可梦的，这一套呢是来打这个 ES 宝可梦的哦。接下来的是达克莱伊搭配奇拉蒂娜，这套牌组也算是我们老朋友了哈，胜率呢依旧是维持在这个 T1啦，也是蛮多人有在玩的哈。这套牌组跟上一周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接下来的是自爆齿怪搭配花舞鸟，还有1张的谢米。这套牌组在上一周我们是有放在比较少人玩的系列哈，但是这一周呢玩它的人变多了，而且胜率也是非常的高啊，有达标了哈。所以呢这一次就依照它的胜率呢，把它放在这个 T1 的位置哦。接下来的 T1 最后一套就是喷火龙搭配银半战兽，这套牌组也是在本周近期崛起的，也就是我们本周900多人的冠军牌组哦。这套牌组呢玩起来呢非常的不错哦，银半兽都是小人牌超强的宝可梦，喷火龙也算是一个非常强的宝可梦，这2个强联手还是非常的厉害的。它只有一个问题你要思考，到底我要先弄喷火龙还是要弄银半战兽？这个冠军牌组里面呢，这位选手呢他是只带了1张的格拉吉欧，其实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因为有时候呢当我们这2只都已经召唤出来了，格拉吉欧它就没办法去做这个使用哦。为了要更好的去可以召唤出我们的金喷啊，所以它是多带通信的。如果你们不想要带通信的朋友们呢，也是可以再多放1张的格拉吉欧哈。接下来是 T2 的牌组，T2 牌组第一套碰头小丑，还有1张火的席多兰恩，再加银半战兽。
这套牌组呢也是非常的好玩哦，它戴的是2个头盔啊，所以它是没有在打防守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极端蓝恩2颗能量也是可以打出这个不错的伤害哦。极端蓝恩如果被昏厥了，我们一样是可以用妈妈来帮我们的小丑填这2颗的火能量，小丑的3颗能量就可以打出130的高伤啊，可以算是来补一个最后的伤害。当然他自己也会受到这70点的伤害哦，所以这套牌组的前期我们有极端蓝恩或者是引爆战兽呢来帮我们作战，最后呢再用小丑来收尾就 OK 了。这里呢是带了2张的火星啊，因为呢引爆战兽呢是需要更多的支援者才可以让它打出更多这100的高伤哦，所以呢带2张火星呢，我个人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可以把其中1张火星换成纳兹或次日也是 OK 的哦。接下来的是新喷搭配赤焰咆哮虎，这套牌组呢在本周游玩的次数非常的少哦，几乎快掉出了我们的这个强度排行榜，希望呢下一周还可以看到它哦。接下来的 T2 具有一套就是我们的橘色速销搭配费洛美郎，费洛美郎可以前后各打20，我们可以用橘色速销第1招呢去把对方的后排给带走哦。那这套牌组呢，个人觉得玩起来还是蛮不错的。只是说它对战现在的 T1 牌组来说呢，有时候是还蛮难打的哦。接下来的本周T3牌组只有一套，就是魔幻假面喵搭配橘色速销。上一周这套牌组跟这一周是一样的哦。这里的是把1阶的换成这1颗能量打30的，因为大家经过10颗之后呢，还是觉得有可能会缺30点的伤害哦。接下来呢，我把它改名成可能会崛起的牌组，这些牌组的胜率也是非常的高啊，只是游玩的次数呢还没有达到进榜的标准，所以呢我就把它列在这里哦。第一套呢是20大王搭配42真龙、虚无伊德和铁火辉夜。42真龙1颗能量就可以打40，让对方中毒啊，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用水母去打对方，让对方中毒来触发水母的被动，让毒的伤害变得更高。最后呢，我们可以用20大王来把对方给收走，所以这套牌组呢还是蛮不错的哦。接下来的是艾露雷朵搭配长毛狗。长毛狗这一只非常的有趣哦，它的特性是对方要使用招式的时候呢，需要多1颗无能量。如果对方原本只需要2颗能量的，当我们有长毛狗的时候，它就需要有3颗能量，这样子可以强迫对方多填1颗能量哦。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艾露雷朵可以打出更高的伤害哦。有兴趣的朋友们也是可以去试一下哦。接下来的是喷火龙搭配爆焰龟兽，这套牌组的胜率还是蛮不错的，只是说它游玩次数非常的少。这套牌组我个人蛮喜欢的，新喷很强，然后爆裂夜龟呢，只要前期可以搭配卡奇，给对方的压力也是非常的高的哦。今天的最后一套牌组呢，就是烈咬路杀搭配战锤龙。这套牌组我个人觉得还可以，不知道下个星期还是否可以看到它在榜里面哦。好，那这些呢就是本周的强度排行榜，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还是你们有什么看法呢？如果我有错误的，或是你们有什么想法的朋友们呢，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咯，大家拜拜。快看，有个影片不远。